展到底要靠谁呢？今天带您快来看。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在美国全面围堵之下，中国的 AI 还有出头天吗？近来有一桩接着一桩，都是中国的一些 AI 很重要的一些开发厂商，都有一些新的进展，亦或是呢，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更大的投资。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梳理一下，到底中国的 AI 现在到底还有没有底气来跟美国竞争哦？从华为开始说起，很多人说华为应该是现在中国的科技厂商当中，要提到 AI， 应该是中国政府最努力扶植的一家企业吧？你要这样理解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家企业，现在很可能才是未来中国的 AI 要脱颖而出，要去跟美国比拼很重要的厂商哦。那先来看华为他们在 AI 的方面的进展。近来呢，华为开了一个他们的全连接的一个科技大会，大会上呢，华为就宣布了，接下来他们要继续投资多少呢？投资10亿人民币。他们要去开发的就是整个鸿蒙系统当中的 AI 应用哦。鸿蒙系统呢，其实在华为被西方国家这个一脚踢出了 Android 的一个这个系统之后自己不断的在研发的他们的一个这个系统。好，那看到这个 Harmony OS 好，这个第5代已经登场了。那用这个鸿蒙系统呢，现在看到了大概有1700万个终端设备哦。这已经是一个可以说你要这个开发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技术呢？1700万个终端设备已经是一个蛮好的基础，可以开始来使用了。那也可以说鸿蒙呢，在这么多年以来，现在已经开始慢慢长成了一个自己的生态系。所以呢，华为说接下来它还要继续努力。那当然，华为也是这个中国政府很希望它在晶片方面，在 AI 的应用方面，在 AI 技术的发展方面都可以继续的努力，带着中国往前进，很重要的一家公司。但今天的重点我们要讲的不是华为，而是因为大家过去都觉得这个好像中国 AI 的希望是华为，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讲另外一家公司，你好像更应该看它一看。不仅仅是它最近的股价这个接连的往上翻，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回来了，那就是马爸爸马云回来了。好，那马云呢是在哪一年突然间销声匿迹呢？过去的马云这个讲话是这个非常的有自信，然后呢他讲话就是觉得不得了这个非常能激励人心。然后他创办的阿里巴巴又成为了中国之光的概念，他本人又是这个全中国的首富嘛。那一个接着一个呢，哇，这马爸爸哇，大家都很想认他当爸爸，对吧？但是突然有一天，他因为说错话了，所以他就消失了2019年你就看到了这个马云先是退下了这个董事长的位置，到了2020年，他说他连董事也不做了，所以呢，他就飞到了日本去过着退休开心的日子。但近来一次又一次的，你看到他回到中国，而且重新出现在大家的眼光前了。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跟他握了一个手，大家说，哦呦，过去被管制的集团现在好像重新回来了，为什么？那大家就开始好奇了，说为什么习近平现在好像又跟这个马云又这个握手变好朋友了呢？原因就在于要跟美国拼 AI， 没有阿里巴巴那是不行的。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马云当年到底讲了一个什么话惹恼了高层他这个话也的确是胆蛮大但当年的马云是全国的首富，他的阿里巴巴呢又是这个全世界哇这个不得了的大企业，所以他当然有底气说那样的话。好，他怎么说呢？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在这个电商的时代，那有一些这个非常棒的一些创新当然应该被监管，但是呢，他抱怨北京当局的监管太过严格。他说，但是你要监管可以，不可以用昨天的方式监管未来的事业。哦哟，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讲这个北京当局这个感觉好像目光如豆吗？是觉得看不到这个前瞻性吗？是觉得怎么样？这个监管很不 OK 吗？什么的，反正。这句话惹恼了高层，所以呢，他就慢慢的这个隐退了，退出了大众的视线眼中。但是呢，近来你看到在今年的2月份一个场合，这个场合是什么呢？民营创业家的一个大聚会。好，这个聚会呢，你就看到了这习近平主席出现了，然后呢，第一个坐的就是马云。跟马云握了个手，哎呀，大家说，哦，这个不得了了哈！过去这么多年，大家觉得阿里巴巴这个集团就是一直被打压，不断的被监管的一个这个集团，结果突然间握手，好像这一切云淡风轻。
没事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哎，马云好像在那个握手之后，慢慢的又出现了。他在阿里巴巴的一个这个园区里面啊，一下子这个地方出现，一下子那个地方出现，然后呢又被人家在酒吧里头看到。这个酒吧也很有意思哦。阿里巴巴旗下呢有一个半导体公司叫平头哥，为什么要叫平头哥？平头哥呢，其实是在中国，他们是这个蜜獾这个动物哦，他们就昵称它叫平头哥，因为你去看它的照片，它头很平啊。好，那为什么要叫平头哥呢？因为啊，这个马云说一定要叫平头哥，因为我们中国要发展半导体，要发展晶片，辛苦。然后呢，你看这个前面有一个美国这样的巨人，他对我们不是友善，所以呢，他说叫平头哥。为什么呢？因为蜜獾这种动物，它是世界上胆子最大的动物。为什么？因为它这么小只，好，这个体型非常的迷你娇小，但是呢，它什么没有，就是胆子大。它就是敢去跟挑战那个体型比它大10倍8倍的这样的一个动物，它都敢去跟人家咬，跟人家挑战。所以呢，他说哇，这个动物是全世界胆子最大的动物，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所以呢，我们也要在发展半导体哦。所以他就把这个公司叫平头哥。然后呢，这家酒吧呢，它就是用平头哥的名字叫做 HB， 什么意思 ？Happy Honey Badger 呢就是蜜獾的英文的意思哦 ，Honey Badger 就是蜜獾，所以他说是一个很开心的平头哥，所以这家酒吧叫开心的平头哥。好了，然后你去看看他们这个里头的一些这个服务员，好，服务员身上穿的那件 T 恤上面写的名字就是这家公司的精神，精神是什么？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好，不是骂脏话，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要有蜜獾的精神，要有这个平头哥的精神，就是跟他拼了。好，那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我们的马云哥坐在平头哥的酒吧里面喝酒啊，开心。然后他就说，哎呦，他又回来了。然后3不5时就你就看到，马云又在这个阿里巴巴的总部出现了，又在这里出现，在那里出现了。其实马云大概从2月份跟习主席那个握手之后，他就已经重新回到了阿里巴巴的高层，然后就开始下指令。接下来你就看到了，这个未来的一个阿里巴巴它要开始全新的要投入 AI 这个赛道了。它不但是大举的投资，而且呢，它现在已经一个一个的要把过去失去的一些这个领土要给要回来。好，我们先来看到，在马云重新回到了领导阶层，开始下指令之后，第一个他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过去电商的这个第1名给要回来。好，我们看到了这个阿里巴巴。过去一段时间，在马云离开其实阿里巴巴里面的员工就会觉得很低落，因为觉得我们的精神领袖没有了，对不对？这个马云走了，好像没有看到另外一个让人家很振奋的那样的一个这个领导人在前面，所以你就会觉得阿里巴巴好像很少话题在他的身上哦。但马云回来不一样，马上说来。这个创始人的一个这个底气就是这个公司是我的，对不对？我做决定，跟专业经理人就是不一样哦。创始人跟专业经理人领导公司的风格，创始人有热情、理想、抱负，专业经理人呢，这是我的工作，我要认真负责，对不对？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当马云回来，他是老板嘛，老板回来就直接讲，我补贴。不赚钱也没关系，我要把过去失掉的领土要回来。哪一个领域呢？就是在外卖这个领域，因为京东也进来了，美团也进来了，吃掉了很多阿里巴巴过去的一些这个手中的一个这个市占率，所以他说来500亿砸下去，我要把领土要回来。哦，不得了，500亿。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到他说我的 AI 要应用。阿里巴巴研发的 AI， 他去找了高德地图。高德地图呢，当然就是像我们这个在台湾就用 Google 地图嘛 ，Google Map。那在中国有高德地图。好，那高德地图呢，它现在呢推出了一个高德扫街榜。带你去逛街，带你去吃好吃的。那其实在中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就用大众点评嘛。大众点评上头呢，这个软体你可以看哦，我要去吃这家餐厅，然后就大众点评上查它的评价怎么样啊？去吃的人觉得它好不好吃啊？它的分数怎么样啊？都会这样看。但后来呢，大众点评就有一个被人家诟病的，就是有人会去刷榜。就是店家自己在那边给你按5星好评哦，吃的好好吃，哎呀，这个店员很客气啊之类的。然后他说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判断到底这家餐厅是好还不好。于是乎，阿里巴巴结合高德地图，他们的高德扫街榜，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除了你可以这个用这个客人的一个角度上去这个讲你的评价之外。他用了一个更客观的一个理由哦，就是呢，高德地图啊，这个在中国大家开车啊或者是导航会用它的软体嘛，所以它里头就有非常多的大数据，所以他就说了。
每一家餐厅，他会去评估，你用导航到他那边去的有多少人？真的很多人去吗？还是这家店根本没人去，然后但他的评价很好呢？所以他就用这个他过去的一些导航的资料，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用什么呢？他用你有没有重复去光临，有没有重复回到这个地方，到底这个地方去的人多不多？用这样来评断，是不是很客观？因为你如果真的觉得它很好吃，你就会去1次、去2次、去3次、去8遍，对吧？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榜单，就让大家觉得客观棒。所以呢，它在9月10号啊正式上线的第一天，当天就有4000万人的使用哦，比这个大众点评一天平均大概3000多万人，一下子迅速的很厉害。所以你就看到马云回来了之后，他所端出来的新菜。可口的呢，于是呢，我们就看到了用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这个阿里巴巴推出的一个高德扫街榜，立刻呢让这个阿里巴巴又重新回到了话题的中心哦。那继续我们就来讲，那 AI 呢，这个平头哥这家公司啊，他们近来又被大家看到了，原来它的技术很棒，在哪看到？在央视看到的，哎呦不得了了！不仅仅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跟他握握手啊，连央视还帮他做专题。当然，这个专题的主题呢是在讲中国的 AI 现在发展的进展，然后跟辉达的一些这个 AI 晶片到底差距在哪里，他就做了很多的比较。然后呢，当然比较比华为也有他们的升腾910B 他们的一个这个AI 的晶片，然后比华为的比这个辉达的晶片，然后就看到平头哥也被比进来了，而且你去看平头哥的一些这个测量数据。很棒啊，甚至有一些呢，它可以这个超越辉达的 A800，甚至呢可以跟这个辉达的 H20差不多的一个这个厉害之处哦。所以他说哇，这个平头哥的技术也这么棒哎，而且呢，这个接下来这个阿里巴巴决定要投资3800亿，要投资在 AI 这个赛道当中。同时呢，他们也开始陆陆续续投资，比如说他投资了一家机器人的新创企业哦，叫做 X Square。那这个机器人的新创企业呢，他们就觉得未来的 AI 落地呢，很可能就会是机器人的一个样貌。所以你看到了，其实阿里巴巴呢，在马云回来了之后，真的是非常急气就要做 AI。那的确现在也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成效了哦。那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阿里巴巴才会是台湾这个中国 AI 很重要的一个未来呢？我们要带你看到这个阿里巴巴在做 AI 这件事情哦。其实已经做很久了，所以你现在要说它10年磨一剑哦，其实也可以有那个意思哦。简单来讲，AI 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基础建设。人家说你要做 AI，你要基础建设。基础建设是什么？是电力，是算力。所以呢，你看到了现在啊，在杭州他们的阿里云被利用的一个方法非常多。然后你去看中国要做 AI 的，他们都会选杭州，为什么？因为呢，这个阿里巴巴总部就在杭州，而且呢，杭州的一个这个 AI 的一个基础建设铺的最好。这里的阿里云呢，你根本都不用担心它会突然间宕机，它会怎么样 delay， 不会的。所以阿里云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呢，阿里云其实呢，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4大云端厂商之一，而且呢，它还排在第3名、第2名，很厉害的哦。那前面有谁呢？微软、Google、Amazon， 然后就是阿里云。所以呢，它的云端呢是做得非常稳定的，而且技术非常好，做很久了。再来一个呢，是大家都说现在那个 ChatGPT 好厉害哦。那中国厉害的是 DeepSeek。没有错 ，DeepSeek 很厉害，横空出世让大家惊呆。但是呢，其实啊，你在中国真正懂 AI 的人你们会去看 DeepSeek。如果你说它是一把锋利的刀，那阿里巴巴他们有一个通义千问，他们形容那就是一个 AI 的武器库 ，DeepSeek 才是一把刀。人家阿里呢有一个武器库叫通义千问，通义千问呢，其实它推出的时候就是在中国可以说开源的一个这个大模型。然后这个模型呢，它有各式各样的，它其实呢已经有数百种各式各样不一样用途的 AI 模型，然后它完全都免费跟大家分享。然后呢，你去下载你就去下载，它就分享。然后呢，有一个数字在一个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 AI 的一些模型让人家下载免费下载的一个网站当中，这个通义千问它的通义系列的一些模型下载的次数有3亿次，全世界最多。所以呢，你说在这个模型的一个领域当中啊，在这个 AI 的应用当中，
阿里巴巴这个集团其实做的非常多，只是我们大家过去可能因为马云的一个低调，我们都不太知道，但他做的非常多。甚至呢，在台湾也有一个 IC 设计公司的老板他自己这样讲哦，他说呢，很多的一些企业到最后要挑那个 AI 的模型，他就开始选择，我要选择哪一个系列嘛，我要选择这个 ChatGPT，还是要选择哪一个这个模型？他们最后选来选去都会选到阿里巴巴的通义系列，通义千问。为什么？因为他说通义千问呢，它有这个小型的模型，就是特定的用途，它也有那种非常大的包山包海的，所以呢，就等于是你进了这个店里头去啊，你想要哪一种类型的这个 AI 的模型都有，所以呢，他们就说通义千问其实是现在市面上大家到最后哦，好像会挑选的最好的那个选择就是通义千问。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阿里巴巴其实默默的耕耘哦，已经在这个 AI 这个赛道当中基础打得非常的稳固，也难怪这一次呢看到了这个习近平啊要拼 AI 的时候，还是得把马云找回来。马云果然一回来了之后啊，整个阿里巴巴集团的一个样貌都不一样了，重新找回活力了，股价也找到活力了，股价呢来到了4年来的新高，而且呢已经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投资机构啊不断的升评，认为这个阿里巴巴接下来投资 AI 这个赛道，哇，它过去基础打得很稳固，未来呢它继续可以发扬光大，所以呢大家给它的股价的一个评比呢都不断的在蹭的往上攀高了哦，所以大家觉得马云回来的阿里巴巴不一样了，特别是在 AI 这个领域，中国呢如果想要跟这个西方国家一较高下的话，现在呢最有实力、最有底气，可以让习近平走路有风，出去跟这个川普比下谁拳头大的那个人，应该是马云。好，这就是马爸爸回来之后啊，简单告诉大家现在阿里巴巴到底呢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当中发展的一个状况如何。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